王爷，难得看你这么规矩的坐着，还真有些不习惯呢。我也不习惯。要不，我帮你揭开盖头，让你松泛些。好。好看，比我想的更好看。你穿红色也好看。青莹啊，你终于嫁给我了，好像做梦一样。我也觉得在做梦一样。跟你说个悄悄话。你这样不太好吧？你是我自己选的人，做侧福晋已经是委屈你了。第一夜自然要和你在一起的。她是我的发妻，我会爱敬她，尊重她的。格格，王爷今夜去了侧福晋那里。王爷昨夜虽歇在福晋房里，但并未行周公之礼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那如此说来，福晋心里也不舒服。格格，如果您能得到福晋的帮手，以后在府里也不怕没个照应了。去把我的皮肤拿来。是。我还不信了，我能一辈子就是格格。说不定明天晚上王爷就来我屋里了。格格多才多艺，王爷一定会喜欢您的。王爷去了侧福晋那儿，怎么会呢？你没看错吧？福晋，奴婢没有看错，王爷的确歇在侧福晋房中。烛火都熄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福晋，昨夜王爷虽然歇在您这儿，却推说身上太累，未行周公之礼。今夜又去了侧福晋那儿，今儿是侧福晋入府。王爷去那儿也是应当的，但无论如何，总归老夫人说的对，您呐得拿出手段来，对侧福晋他们得好生提防才是。王爷越是喜欢他，我就越得拿出嫡福晋的气度。我得做得更好，比任何人都像一个正妻。王爷无可挑剔，就会觉得只有我才是最适合做嫡福晋的。请福晋安。都坐下吧。谢福晋。册封西苑妹妹为侧福晋的旨意下来了，恭喜岳福晋。当初你跟青音一起进府的时候，我赐给你们每人一支赤金莲花翡翠珠镯，就是希望你们无论身份高低，也能亲如姐妹，不分彼此。如今你也成了侧福晋了，我看着真是高兴。多谢福晋，福晋赏的镯子，妾身和亲福晋每日都戴着。妾身能有今日，多亏福晋调教。
你阿玛一直为皇上尽忠，如今皇上身子不好，王爷帮着理政，你阿玛出力不少，皇上要嘉奖你也是应当的。绿云，你刚生下永璋，还是要仔细着身子。谢福晋关心。这说起来啊，青樱、西月和我是差不多一起进府的。玉颜从御史来也不少日子了，连齐莹、海兰和婉音伺候王爷也许久。你们什么时候都能有子嗣，为王爷开枝散叶的才好。是。妾身们没有福庆那样儿女双全的好福气。别着急，慢慢来，都会有的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们也早些回去吧。妾身告退。父亲哥哥，不好了！好好说话，这是怎么了？皇上驾崩了！皇上，王爷呢？王爷接到消息，进宫了。喂！一叩首，二叩首，三叩手，起！喂！一叩首，二叩首，三叩手，起！喂！一叩首，二叩首，三叩手，取哀。皇上，您怎么就走了呢？您不让我见您一面，丧仪我都不能去。皇上，您丢下我了，我才是您唯一的皇后。连丧仪都不让我去，皇上。娘娘别难过了，娘娘。娘娘，先帝驾崩，奴婢倒认为您从这儿出去的唯一机会来了。礼制所载，皇上登基应当尊景仁宫为母后皇太后。什么？
景仁宫乃皇上的嫡母，理应尊为母后皇太后。熹贵妃是皇上的生母，可封为圣母皇太后。祖宗的规矩历代如此，两宫并立也是应当的。皇上，丧仪一毕，东西六宫都要由皇上的嫔妃入住，那景仁宫仍住着大行皇帝的皇后，实在是不合情理。可皇阿玛曾说过，与景仁宫再不相见。所以说，大行皇帝的丧仪，景仁宫可以不出现，但是先帝毕竟不曾废后，丧仪一了，还是要正名分的。皇上，正嫡庶，明尊卑，方可治天下。臣妾考虑看看。那臣等先告退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来了。这2日在丧仪上，看皇上唇干气燥，眼睛里也是红红的，所以臣妾给皇上煮了1碗杏仁露，润润肺。过来吧。坐。皇上，朕叫你坐你就坐。哼，哎，好喝。上次啊，咱们2个这么静静的说话，还是在府里呢。如今啊，却时过境迁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怎会知道大行皇帝骤然崩逝？皇上现在也是身负千斤重担。这皇阿玛的丧仪啊，还有朝政之事都还好，只是眼下有个难题，朕不知该如何。何事啊？朝臣中有人提议，将你姑母放出景仁宫，尊封母后皇太后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希望你姑母出来吧？臣妾自然是希望姑母可以解了禁足，安享晚年，臣妾也可以尽一份孝心。但是下令禁足姑母的是先帝，尊封母后皇太后又是国事，臣妾也不便说什么吧。朕也是想着，皇阿玛生前说过，与景仁宫死生不复相见，所以朕的心里啊，很是难为。可朕又想，要是放你姑母出来，恢复了尊荣，你的背后也可有个倚仗，也可过得畅一些。皇上为姑母和臣妾思虑，臣妾万分感激。只是皇上也不必过分担心，事情总有解决的法子。如若艰难，皇上也不用太为难自己。朕知道了。真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？是，奴亲大人一得消息就递话进来，让告诉您知道。大行皇帝没留下任何处置景仁宫，这麻烦就来了。说是张廷玉大人先向皇上提议的，又有几位大臣陆续附议。张廷玉这老家伙，从来就把祖宗规矩、嫡庶尊卑看得比命还大。他要尊母后皇太后，那是防着哀家呢。张大人心里只有规矩，未必是存心跟您作对。哀家还能不知道那帮老家伙？后宫势弱，前朝那帮老臣在皇帝跟前就会更有分量。可朝廷里也不是只有张廷玉一个人会说话。傅家，你去回话给讷亲，
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太后，这事儿不是皇上说了算吗？您直接跟皇上说，您不愿意不就成了？当年选福晋，皇帝就没跟哀家一条心。如今这件事，咱们先别说话。哀家看看皇帝的心意，也瞧瞧到底有多少人惦记着景仁宫那位。一叩首，二叩首，三叩首，行。皇额娘，今日的膳食是儿臣等各自进献的，请皇额娘尝尝。太后，是否先饮汤？太后，这是清主儿进献的火腿鸡汤。好好的鸡汤，用味儿重的火腿相佐，喧宾夺主。臣妾只是想用鲜味儿令太后开胃，没想到访了太后用膳，是臣妾的过失。两样东西炖一块儿，分了高低主次才好。想要并重，反而坏了味道。臣妾知错。看来这两样东西不能并重。太后，臣妾下回给您炖清鸡汤喝。叫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了吧，哀家没有胃口。皇额娘，您近日为先帝哀痛，身子本来就不适了，若饮食再清简，那就更撑不住了。您好歹还是进一些吧。太后好不容易进些晚膳，却被青音姐姐败了胃口。今日下午还有好几个时辰的哀仪，青音姐姐是想让太后饿着身子熬在那儿吗？臣妾有失，甘愿受罚，还愿太后顾及凤体，多进一些吧。皇额娘，民以食为天，米为食之主，就是因为米是最养人的。先帝在世时最爱喝米粥，你也尝一尝吧。罢了。说来呀，这一饮一食能有多大讲究？无非是审时度势，不要自作聪明罢了。儿臣明白。起来吧。臣妾谢太后。皇额娘真的这般对青音？是。让她受苦了。你送些躺伤药到她阁中，叫她别难过了。这都烫红了，太后的心也太狠了，只是一碗汤而已。你今儿是怎么伺候主的？是我伺候太后不小心弄伤了自己，不能怪索性。那也是索性没护好主。你去外头思过去。是。阿若，索性是前邸里从了新字辈的大丫头，你说话也得留意些，别总是颐指气使的。奴婢不过是觉着
索性不是咱们府里陪嫁来的，没有那么亲近。你和索性都是跟着我的，往后在宫里过日子，你们两个若不好好相处，日子怎么过？你这脾气是得改一改。可奴婢就是这么个心直口快的性子，太后今儿有点太欺负人了。不过皇上心里是疼您的，这不急急就让李公公送了烫伤药来。奴婢看呀，等回头进了宫，或是老主子出来了，皇上怎么也得给您封个贵妃、皇贵妃的，到时候太后就不敢这么欺负您了。刚跟你说了，说话要留一些，倒是越说越没分寸了。太后也是你可以胡乱妄议的嘛，若是让旁人听见了，你有10条命都填不满。奴婢也是心疼主嘛。是，奴婢知道错了，以后不敢了。还疼吗？疼。弘历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出去，尊我为母后皇太后？您一定要做母后皇太后吗？宫规祖制在此啊，先帝不曾废后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，我该住慈宁宫去。住到慈宁宫之后呢，就跟钮祜禄氏再分个输赢。争斗不休，总会伤着自己的。我哪怕遍体鳞伤，我都要跟他斗到底。青莹，你要跟姑母一条心，你要让弘历早点放我出去。皇上倒已经很为难了。你这是信乌拉那拉还是爱新觉罗呀？我是心疼您。你要是心疼我，你就应该知道，姑母此生唯一所望，就是跟先帝生同亲，死同血。先帝已经弃绝您了，亲口说了生死不复相见了。他不见我，我就去见他。他弃绝了我，我绝不会离开他。青莹，我只有成为母后皇太后，才能跟先帝生死相依。这个名分，我一定要争。你起来。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，该怎么办？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皇上，金主儿来了。皇上，坐吧。这么晚怎么来了？臣妾知道皇上一定还在为姑母的事烦忧。朕也希望这件事情尽快有个决断。只是礼法和孝义，终究难以两全啊。皇上，臣妾想求您一件事儿。你说。能否让姑母去行宫颐养天年？你这么想的？如果您以太后的身份在行宫供养姑母，哪怕暂时不要给她名分，您对那些尊嫡的人也可以有所回应。然而对那些阻挠姑母尊封为母后皇太后的人，他们看姑母离开了紫禁城，又未被尊封，想来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了。至于太后那儿，臣妾也想过了。若两宫太后在紫禁城并立，这2位老人家争执了一辈子，日后也难免两相里不容，后宫不宁，皇上也烦忧。不如让姑母去行宫安养天年，避开太后也是好的。你说皇帝已经暗中安排人去行宫排布事宜了？是，清福晋才离开养心殿，皇上就派人去了行宫收拾殿阁，亦应按太后安养布置。荒谬！难道皇帝真要乌拉那拉氏为母后皇太后吗？就算换了地方，离开紫禁城不与您同尊，可母后皇太后就压了您一头啊！这种主意，定是青英那丫头弄鬼出来的吧？
景仁宫与清福晋这般里应外合，皇上还年轻，难免不被清福晋这个宠妃说动啊。早知道，当年就不该留着青樱。明日丧仪之后，你让他来找哀家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被福家换来了永寿宫，你怕不怕呀？被太后召唤，臣妾怕的是侍奉不周，未能替皇上尽一份孝心。你的孝心都进去了景仁宫吧？太后，请恕臣妾冒昧。景仁宫是臣妾的至亲，臣妾不能不去看望他。就是去看看。臣妾也求了皇上，让姑母去行宫颐养天年。痴心妄想！你是觉得，你如今可以仗着皇帝对你的那点情分，来压哀家了吗？太后，臣妾没有这个意思。臣妾只希望姑母能安安生生地活下去。安安生生？没有名分，你姑母会安安生生地走出景仁宫，去到行宫？乌拉那拉氏有你这个希望在，你觉得你姑母会安安生生吗？你要你姑母活，可以。除非他没了你这个倚仗，哀家倒可以给他一条活路。如今正是先帝丧仪，丧仪过后，你自寻了断。你不求哀家开恩饶恕？太后发落赐死，自然主意已定。臣妾知道求也无用。你要不死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哀家可以给你一条路选。乌拉那拉氏，有你姑母，便没有你；有你，便没有你姑母。若是臣妾死了，您可否圆姑母和先帝合葬的心愿？你倒真有孝心。只要他在行宫安分养老，哀家许他和先帝合葬，只是没有名分罢了。多谢太后。不过，皇帝若是知道你今日与哀家所言，你姑母便会和你一样，活不得了。臣妾明白，多谢太后。
青主大约是去了养心殿了，他该不会说出什么吧？景仁宫的事情呢，朕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。只是没想到风声传了出去，朕呢，还得要顾及皇娘的心意。为了安抚皇娘，也为了你姑母，来日能好好颐养天年，按太后奉养她的事，朕还得慢慢安排。皇上的难处，臣妾都明白。臣妾是替姑母难过。你放心，朕会将景仁宫移至圣经旧宫，好好安养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只是缺了一个名分罢了。后妃与君王失和，吃苦的肯定是他们自己。还请皇上顾怜姑母，不要让她在圣经旧宫吃苦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放心，朕呢，每一次去圣经，都会带你去探望她，平时也会派人多多伺候她。臣妾多谢皇上。你要谢啊，就别嘴上说说。朕惦着你的暗香汤呢，什么时候给朕再做一碗？梅花都没开呢，怎么做暗香汤？朕知道你喜欢梅花，秋天过了就是冬天，会开很多梅花，到时候多做几碗给朕喝。你不答应朕啊？臣妾答应。你怎么了？臣妾只是想起与皇上初见。当日咱们一起听了一出墙头马上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朕记得，景，你和朕是年少情谊，虽然没有成为嫡父亲，但你和朕的情谊是谁也比不了的，知道吗？臣妾明白。皇上，如果日后臣妾不能日日给您请安，臣妾也会永远祈佑皇上龙体康健，事事顺遂。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来，你这个是怎么了？啊？不过朕也明白你姑母之事。一个女人为了名分，一生悲苦。朕明白你，朕和你一样怜悯你姑母。主，老主子真的没指望了吗？那我们会不会受牵连呀？主不该去的，万一这要是被太后娘娘知道了，可就麻烦了。
太后怎么还做这些？先帝的丧仪将毕，不用再烧纸锭了。先帝灵前那些，都是哀家亲手做的。如今这手闲不住，你说这是烧给景仁公好呢，还是给他侄女呢？亲主是晚辈，哪里配得上您亲手做的东西？亲主来了。您快着点儿。主儿，你在这候着。姑母，起来吧，我正要传你呢。我是来告诉姑母，皇上安排了您去行宫颐养天年。怎么颐养天年？不入史册，不赴太庙，来日以无名无分的先帝嫔妃身份下葬，再也不能和先帝同穴而眠。不是这样的，姑母只要安心的在行宫待着，死后会安享爱容，和先帝葬在一起。这个安排，你是有什么代价换来的呀？皇上疼惜我呀，才有这样的安排。没有你有护路氏的授意，皇上会答应你吗？他一定也让你选择。我们姑侄俩，谁能活下来？太后也来找您了。青莹，你过来。姑母知道你的性子，你必然会护着我，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，保住我的名分。可是你葫芦氏从来就是要我死，你死了有什么用？再说你死了，你心爱的弘历会放过我吗？啊，会让我翻身吗？就算他顾及到我是你的姑母，可我是堂堂大清的皇后，我怎么能够在钮祜禄氏的鼻息下没名没分、苟延残喘？姑母必须得死，她才会让你活下去，你才能够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。姑母，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，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，你要得宠，你要做皇后。可是姑母，我从未妄求皇后之位，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。你心里有弘历，对吧？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，死同穴吗？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，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呀。可是富察氏是一个好福晋，她将来也会是一个好皇后。
庸庸碌碌，没有心气。乌拉那拉氏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女子？姑母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佛上，你怎么了？钮祜禄氏给的这碗毒药，不为毒身，只为毒心。这宫里，哀家只能允许有一个乌拉那拉氏，这也是哀家最大的宽容。青英啊，你要看着我死，证明我不是卑鄙自裁，而是有份报比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可是姑母，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。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，你要活下去，你连恨都不要有。你不仅要让钮祜禄氏不杀你，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助理。你要当皇后，才是为我报仇，更是对我的报答啊！你比我幸运，你已经有皇上的宠爱，千万不要像姑母这样成为一个弃妇。青英，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弃妇了，再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那一年，先帝封我为皇后，那是我最好的时光，身应殊荣，我爱的人也没有离开我。姑母，姑母，我去的时候，金仁公已经死了，出来的是青卓儿。太后，出来的是青主。成汉进去时，晋仁公那位已经气绝了，伺候他的秀夏也跟着自裁了。晋仁公死了，那青英，暂时让他活着吧。那晋仁公那位，是不是秘不发丧？哀家明日去见皇帝，与他商议。回皇上的话，待丧仪一毕，太后将迁居慈宁宫，太妃们迁居寿康宫，东西六宫会立刻拾掇出来，供嫔妃们居住。回禀皇上，晋仁公过身了。什么？是青卓儿所言，报的是暴毙。真是暴毙。青卓儿是亲眼瞧着晋仁公过身的。是服毒。毒从何来？只见太后去过晋仁公。
让人去照顾景仁公的身后事。今儿个夜深了，明天一早，请清卓过来。这。景仁公过身了，他怎么死的？王清支支吾吾的，也说不太明白，只说皇上也很惊诧于景仁公骤然离世。王清不敢说，才见景仁公死得蹊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死了便好了。景仁公活着就是个祸害。啊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姐姐这些日子也乏了，妾身就先行告退了。莲心，送侧福晋。是。这景仁公本是皇后，该颐养天年，若不是言行得救，失欢于先帝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看来皇后之位不易做呀。您与景仁公怎么一样？您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。景仁公何尝不是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？只是皇子早夭，宠妃当权，才知太后一味易主，潦倒丧命，身后连史书都不得记载，仿若是一粒不曾存在的尘埃。无论皇上怎么想，只要将来娘娘稳坐皇后之位，咱们的22个平安长大就好。皇上嘛，难免有宠爱之人，只盼他们先别生下皇子才好。若是嫡子长成，宠妃们再生下庶子，也就不怕了。皇上，慈宁宫历来为太后所居，既是太后所居，必得郑重待之。传朕旨意，精修慈宁宫，以供太后颐养天年。既有精修慈宁宫一时就住不得人，那太后可以暂住寿康宫。让太后和太妃们同住，这也太窄巴了点儿。这，皇上小心为太后，奴才立刻举办。主儿，您为了老主子都哭了一夜了，现在要去见皇上，您好歹得打起点精神来啊！景仁公过身了，皇帝知道了吧？是。卿派人来禀过，说景仁公是忧愤暴毙。忧愤暴毙？如何暴毙？不是自裁？卿是景仁公的侄女，所言应该不虚。那无论如何，景仁公身份尴尬，他的丧仪，皇帝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虽无尊封，但先帝到底是未曾废后，景仁公又因为皇阿玛驾崩而伤心暴毙，儿子打算以皇后之礼将其安葬。既无尊封，就不能以皇后之礼下葬，也不能与先帝同葬，才是先帝所言的死生不复相见。皇上，郑廷玉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。臣张廷玉给皇上太后请安。何事啊？皇上，臣闻听景仁公暴毙崩逝，特来觐见皇上。后宫之事，前朝之臣也要来干涉吗？启禀太后，后宫之事，外臣本不该干涉。然而，景仁公是否尊封，已得朝野关注，已属国事。既然是国事，臣就不得不问。尊封之事，尘埃落定，景仁公已暴毙，事情已了。尊封之事才出，景仁公便暴毙身亡。皇上，
其中曲折实在是令人遐思。臣请皇上一定要细查此事。历来帝王驾崩，后宫总有人伤心离世。景仁公过世，有什么可遐思的？但是这次过身的毕竟是大清曾经的皇后，哪怕先帝与景仁公多年不睦，哪怕先帝曾言此生不复相见，就算是没了尊位，景仁公也不该不明不白的暴毙呀！怎么叫不明不白？张大人此言难道是对哀家有疑？总还有张大人愿意为老主子说话。张大人最重朕懂。王者又是素来与太后不睦之人，彻查此事。臣妾乌拉那拉氏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、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给娘娘请安。娘娘，臣张廷玉正与皇上谈景仁公暴毙之事，娘娘是景仁公的至亲，务必为他讨个公道。青英啊，景仁公和皇额娘都是你的至亲长辈，你出言必得谨慎。是。张大人，我因姑母去世，悲痛万分。可公道二字，却不知道张大人从何提起。姑母进祖景仁公，悲愤交加，抱病多年。因先帝驾崩，姑母过分忧心，而居然离世。当时我侍奉在榻前，亲眼看着姑母驾鹤西去的。当真。太后、皇上，姑母过身，确是因为太在意和先帝的情分。若有任何流言蜚语，臣妾应该出面平息，好让姑母走得体体面面，安心身后事。皇娘，那景仁公的丧仪还是得办得体面些。那就按非礼吧，也可葬在嫔妃原寝。下葬时候便不要写什么名分了，免得惹眼。至于灵位遗物，那就一并发还母家就是。张廷玉，臣在。你可有异议？景仁公身后之事，当以皇上、太后的决断办，臣没有异议。臣告退。皇帝国事繁忙，哀家回去了。儿子恭送皇额娘。恭送太后。王琴，你也下去。这。秦英，此刻只有你与朕，你告诉朕，景仁公是怎么过身的？皇上，臣妾方才说的都是真的。
事了了，也就罢了。要是景仁公活着，总是会牵连到你。如今景仁公过身了，皇娘再有怨气，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只是这事情虽了了，这些日子你也别到处走动，免得惹人注目。臣妾明白。太后，您放心，青竹也是个聪明人。给太后请安。你去吧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，看来你嘴巴挺严啊，没有背着哀家私下向皇帝告状。臣妾已经当着张大人的面把事情都说明白了。陪哀家走走吧。你姑母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说给哀家听听。姑母想要得到母后皇太后的尊位，无非是为了母族的荣耀。姑母最在意的就是和先帝生同亲，死同血。可先帝对姑母说出了此生不复相见，姑母便心如死灰。她得不到先帝的心，赢了太后又如何呢？所以她选择保全了你。看来她还是疼你的。姑母是疼臣妾，可是在这个宫里边，能保臣妾的只有太后。太后并不想要臣妾死，太后想要姑母死，而且死在臣妾的面前。若是有人对姑母的死有猜测，由臣妾这个亲侄女的嘴里为您分说，便没有人敢污了太后的清誉。你很聪明。不是臣妾聪明，是一切都在太后的掌握之中。你姑母也是聪明人，从头到尾算计得清楚，能争的时候拼命争，不能争的时候断然做出选择，以保最大的利益。如此，你得以活了。是。姑母暴毙，但流言未必会消去。臣妾得活着，才能时时为太后坐镇。很好，很好。这么聪明的人，是得好好活着。谢太后。竹儿。皇上早点安置吧，明儿个可是登基大典呢。知道了。龙袍预备下了，您要不要再试试？既是量体裁衣，不必了。这寿康宫都收拾好了吗？秦理来回话了，说都妥当了。寿康宫虽是太妃的居所，但皇娘所住的殿寝，务必体体面面的。那是自然的。退下吧。这。
朕今日登基，当行孝仁之道，尊先帝世宗遗命，尊生母钮祜禄氏为圣母皇太后，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。册立之事，应有礼部郑重相待。皇上仁孝厚德，福泽万民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走稳当点儿。太后迁宫是大事儿，皇上孝顺，一直在修葺慈宁宫，想必这会儿都妥当了，只等您安享这玉堂富贵呢。景仁宫的丧仪办得如何了？办了，这白事儿怎么能跟登基大典的喜事儿冲撞呢？所以悄悄地办了。走稳当点儿。走稳着点儿。停，落轿。太后，咱们到了。怎么是寿康宫？历代太后所居不都是慈宁宫吗？回太后的话，慈宁宫奉旨休葺，暂时还不能住进去。寿康宫是太妃们住的地方，难道让太后和太妃们挤在一起吗？是，所以皇上特意吩咐了，太后暂居的正殿那布置的是妥妥当当的，一点不比慈宁宫差。皇帝一片孝心。既然慈宁宫在修葺，那哀家等一等，先进去吧。太后您慢着点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都坐吧。从前自己是个嫔妃，赶着去向太后和太妃们请安，如今一转眼自己都成了太后了。瞧你们年轻一辈的，娇嫩的像花朵。太后自己才是那朵开得最娇艳的牡丹花，不像我们年轻沉不住气，都是经不得细看的蒲柳。小嘴巴巴的，会说话。谢太后夸赞，臣妾愚笨，请太后教诲。今日是皇帝登基之后，你们头一回来请安，哀家也有几句话要嘱咐。皇帝年轻，宫里嫔妃也就你们几个，往后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，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，你们自己都好自为之。多谢太后教诲，臣妾谨记于心。皇后，哀家和几位太妃们都已经移居到寿康宫了，东西六宫很快就收拾出来了，给你们安居。身为皇后，安定后宫乃是你身应之责。儿臣明白，皇上登基分六宫、定位分、册嫔妃，这些事情儿臣都会一一办好。若有不懂，还请皇额娘指教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。古来重长子，重嫡子。皇帝已经有了庶长子永璜，嫡长子永琏，还有一子也很重要。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，已称吉祥，极为贵重。所以你们几个要加把劲儿，把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好好生下来。是。太后，福建新贡的柚子酸甜凉润的，您尝尝。哎呀，费那么大力气，
拨他干什么？哀家吃不了几口。能入您的嘴，哪怕是一口，也是这幼子的福分。真正有福之人，也不会住在这寿康宫。皇上也是孝心，想把慈宁宫修得舒舒服服的，再让您挪过去。皇帝明里说是孝顺，可暗里一声招呼都不打，就把哀家送来了寿康宫。心思颇难揣测。也是，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也不是太后的正经居所。要是哀家想早日搬进慈宁宫以正名分，还得借把东风，也看看那个人到底有没有用。皇娘住进寿康宫，没什么不满吧？都挺好的。寿康宫虽然小了一些，但布置也倒雅致。不过慈宁宫若是修好了，皇额娘还是早日搬进去的为好。朕知道你孝顺。对了，皇额娘没有为难青英吧？没有，皇额娘怎么会为难一个晚辈呢？那便好啊。坐吧，兰花。兰花，你可知这养心殿为何以养心为名吗？臣妾不知。皇阿玛在的时候，常常说起孟子的一句话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”，所以起名为养心殿。这人的欲望啊，一旦多了，是非也就跟着多。皇上身居高位，天下都是您的，自然寡欲养心。但底下的嫔妃、大臣、奴才们都靠着皇上呢，什么都仰仗着您，怎么能寡欲？所以啊，朕希望你能够管束后宫，让那些无端升起的是非都能消退。如此一来，朕的后宫才可清清静静。臣妾明白，只是臣妾无能，只怕做不好。怎么会呢？你贤惠大度，只要用心做，怎么会做不好？再说了，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也可多多请教皇额娘。皇上对臣妾的期许，臣妾都记在心里，绝不敢忘。好。皇上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些安置吧。皇后也早些歇息。臣妾告退。王卿啊，奴才在。秦英还在景仁宫吗？这时辰，许是还在。你跑一趟，替朕传句话。给秦主儿请安。这是皇上让您送来的。是。皇上知道秦主儿在此守丧，劳心伤神，特意嘱奴才送来这玉镯参汤，让秦主儿安心养神，保重身子。皇上还说，眼下这局势，秦主儿颇为艰难。皇上从未忘却秦主儿和皇上是心意相通的人。秦主若有不顺心之时，想想皇上这句话，再不顺心也能安心了。皇上的心思我明白了，劳烦王公公深夜走一趟。奴才告退。走。皇额娘，嫔妃位分，您2次都发还回来了，是不是儿臣拟的不妥当？你是怎么拟的，又是怎么改的？你是皇后，事事要思虑周全。皇额娘是不满意乌拉那拉氏的位分，儿臣未能及时明白皇额娘心意，是儿臣的错，还请皇额娘教导。乌拉那拉氏呢？她在景仁宫守丧3日，今日应该礼毕。
那他应该已经来了。傅家太后，亲主已经到了，那让他进来吧。皇后坐吧。是。臣妾给太后、皇后娘娘请安。景仁宫丧事已了，姑母今日午后已送去妃陵。景仁宫是你的至亲，按理你要为他守孝3年才是。这样吧，你不必去你姑母陵前，就在前邸待着。吾旨不得出阁院，好好的为你姑母守孝3年。可是要守孝3年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份孝心了。太后能让臣妾在前邸守孝，已是大恩。臣妾谢恩。皇娘为什么要删掉乌拉那拉氏的位分？青英的名分屡屡受挫，做贵人已是委屈她了。她是朕的侧福晋，封妃理所应当啊。青英妹妹受了景仁宫的牵连，臣妾本想着给个嫔位，等日后逢年节再进封也不迟。可谁知道还是被皇额娘退还回来，臣妾无奈只好改为贵人。可皇额娘还是不满意。皇娘划掉她的名字，难不成是不要给她任何位分吗？皇上，皇额娘封青英妹妹住在前邸，让她为景仁宫守孝3年，闭门不出。什么？皇额娘久掌后宫之事，当着臣妾的面便发落了青英妹妹，臣妾却不敢驳回。皇娘独断专权，连朕都不事先告知，你又怎敢驳回？请皇上息怒。皇上，皇额娘以孝亲为由发落了青英妹妹，这也挑不出错来。不如等过些时日，臣妾和皇上一同去求皇额娘开恩。朕知道了。青英妹妹虽被禁足，但其他人等名位已定，只差分居东西6宫了。皇后酌情安排就是。是。哎，小心点啊！放那边装，装那边吧。轻点放。来，搬过来，搬过来。好好来。哎，这个盒子得放在这儿。小心点啊！哎呦，小心着点你们，别磕了碰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这个放歪了。哎，我那个保卫盒子给我放好了啊，千万别摔了。帮我一下啊！来了。哎呀，咱们这一走，崇华宫就要落锁了。抬高点儿。你说这青英姐姐还出得去吗？放上去，放上去。太后说让她守孝3年，怕是一辈子都不会放她出来了。谁知道呢？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哎，小心着点儿，别弄脏了。那边轻点儿，那可是皇上赏的。都收拾妥当了。来来来，主儿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们咒咱们在这一辈子出不去呢。其他的主位分陆续都定了，搬走了，咱们真要在这住了3年才出去，这宫里还能有咱们立足的份儿吗？若姐姐别说了，主听了岂不更伤心？就你知道，我不也是为主担心吗？